唉，帕帕，我对你太失望了。你去年不是说美国经济会崩溃吗？你当时为什么会这样说呀？其实当时不光是我啊，很多的经济学家也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是看这两个数据的。第一个是美国国债的收益率，有一个叫孳息图，这个孳息图呢出现了倒挂。孳息图其实是把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不同的年期打开来，那我们看到从左边的短期国债收益率到右边的长期国债收益率画成一条曲线。那一般的情况下呢，长期的国债的收益率要比短期的国债要高，因为假设国债的收益率不变的话，如果短期的比长期的高，那就没有人去买长期的国债，大家都可以买短期的国债，然后不断的 roll over， 不断的转新的短期国债。但是事实上，长期的美国国债，它的债券的价格是更加的波动，因为任何的利息升或者是跌，都会影响到债券的股价，年数越长，波动越大，所以这个是比较高风险，需要给投资者更高的回报。所以一般的情况下，这个孳息图短债的收益率要比长期债的收益率要低，但是当短债的收益率比长期的收益率要高的时候，这个就叫债息倒挂。那什么时候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就是市场的投资者预测未来会降息，未来国债的收益率要比现在的低，他们才会愿意接受比较低的长债的收益率 lock in 锁定还算比较高的收益率。那为什么未来的债息会降低呢？那很大的可能就是市场会出现经济的衰退，这个时候通胀会下来，资金的需求也会下来，而美联储也可能会降息，所以种种原因加在一起，就形成了这个孳息图。而当我们看到这个债息倒挂的时候，就代表着市场是推测未来有一个经济的衰退。那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去年2022年4月份开始，美联储就开始加息，还在市场里面抽走资金。当这个利息上升之后，会对一些产品非常的不利，特别是这些产品需要借钱来买的，比如说房地产或者是汽车，而房地产和汽车又是美国经济的两大支柱，所以不光是我，还有其他的许多银行里的分析员或者经济学家都推测美国会发生一个经济的大衰退。那为什么没有经济崩溃呢？那所有的预测都是讲概率，有概率就会有意外啊，而决定一个经济的因素有很多。我个人觉得以下这些事情发生了，使到现在美国的经济还是很火。第一个，我们看到拜登政府在去年推出了许多高科技和新产业的政策，比如说他鼓励生化研究搬回美国，鼓励新能源车的发展，还有要求晶片的生产搬回到美国。那除了美国政府的政策之外，逆全球化的过程当中，许多的生产也是搬回到了美国的本土，这就给美国很多新的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创造了许多职位。那另外一方面，新冠疫情过后，服务业复苏也是需要招聘很多的职位，这对劳工市场产生了很大的需求。但是在供应的方面呢，很多人经历了新冠疫情之后，在家工作习惯了，不再愿意回到劳工市场过以往的工作的生活，甚至有很多的人找到了新的工作的方法，有新的 work-life balance， 甚至有些人利用现在社交媒体的平台移居到海外，在生活费比较便宜的地方做 digital nomad， 只要有 WiFi 的地方，他们就可以工作赚钱，而赚到的钱在世界很多地方
生活费更便宜的地方是可以享受更多的，所以很多人是离开了美国的劳工市场，一个需求增加了，一个供应减少了，两个叠加在一起，我们就看到今年美国的失业率是非常的低，而企业需要招聘和留住人才，也为员工增加了不少的工资，那大家赚到了钱就会去消费，我们也看到美国的通胀又有复苏的迹象，美国现在的加薪的幅度是25年以来最高的。那企业特别是服务业看到了大家消费的行为回来了，也是加大了力度去投资扩张，产生了一个良性的循环，使到美国现在的经济还是相当的火。其实我们所预测的房地产和汽车业的确是有点不景气，但是现在火的是服务业。那未来还会崩溃吗？当然未来没有发生，但是如果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去看孳息图的话，现在美国国债的债息还是倒挂。还有更重要的一点，过去6次的债息倒挂之后都有经济的衰退，而每一次的经济的衰退之前都有债息倒挂，而更重要的是，每一次的债息倒挂之后不是马上就有经济的衰退，每一次都有滞后的时间，而平均的滞后时期是21个月，而最多的那一次是3年。这一次的债息倒挂发生在2022年的7月份，那如果我们加上平均的21个月的话，那也意味着到了2024年的年中才会发生经济的衰退。而还有2点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一次的债息倒挂是自从1982年以来最厉害的一次，而另外一点是在每一次的经济衰退之前，这个债息倒挂都开始减弱了，甚至消失了。那我们现在看到美国的长期的国债收益率开始快速的攀升，使到这个债息倒挂开始减弱，所以从这一点开始看，好像一个美国的经济衰退正在来临。而且刚才我所说的加息对美国的房地产和汽车的行业带来的影响也没有消失，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要特别留意的是以下这3点。第一个，美国还在加息的过程当中，最终还会加多少，高息还会维持多少，我们都要拭目以待，不容忽视这个加息带来的杀伤力。第二个，全世界第2大的经济体系中国现在正在面临房地产和出口萎缩所带来的挑战，经济的增长大幅度的放缓，甚至有通说中国经济不好也一定会对美国，特别是那些跨国企业带来负面的影响。而中国和美国的关系还是紧张的，逆全球化还在继续。以前全球化产生的是双赢，逆全球化分开了，产生的会是双输 lose-lose。 那最后一点，加息也为美元带来持续的升幅。强美元虽然可以降低通货膨胀，但是对美国的出口业不利。长远来说，如果美元持续的涨上去，又会有不少的企业把他们的生产搬到海外，消费者也可能会增加买入口的产品，而减少美国本地生产的产品的消费，这都会对美国的经济带来不好的影响。那我们未来应该怎么投资呢？一个好的投资者在大家乐观的时候，反而要保持谨慎。我个人觉得现在美股的估值是相对比较高的，基本上已经涨到了2022年调整之前的高位。而在2022年到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看到美国的国债收益率是明显的上升了。一个股票市场的估值有2个因素，一个上面是未来企业的盈利，也可以说是宏观经济好的时候，企业赚钱就容易了；宏观经济不好的时候，企业赚钱就难了。而下面那个分母就是把未来赚到的盈利折现到今天给我们股票的价值，这个折现率参考的是无风险的
国债收益率，再加上一个风险的溢价。我们看到从2022年开始，国债的收益率从当时基本上是0，涨到现在大约是4%以上。这一个使到折现率的上升，现在是没有反映在美股的估值当中。所以虽然经济衰退没有发生，美股现在的估值其实要比当时还要高很多。那也就是说，就算未来的经济不衰退，现在美股的估值还是太高。那万一美国的经济真的衰退了，那2个不利的因素同时发生，可能会使美股的合理的估值要跌很多，这也可能会对美股带来一个很大的调整，甚至有另外一次的熊市或者股灾会来。我个人觉得做好风险管理远远要比去追最后那几个%的回报要更加的重要。但是我的投资的框架选股5部曲当中，第一步是看股票市场的牛熊周期，我对美股现在是相当的谨慎。但是第2步是找起飞的行业，大家记得我在年初的时候是非常看好 AI 赋能的行业，我觉得机会还是要有的，我们要非常小心的、谨慎的去寻找那些被市场忽略的或者低估的优质的股票。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多选股5部曲，或者想跟七法法学习更多，大家可以在下面的资讯栏找到不同的连接，了解更多。那大家也可以订阅我这个频道，因为我在这里会分享我投资了30年的经验，希望帮助大家避开股灾，找到10倍股，让财富滚雪球。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的话，赶快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看到现在你给自己一个赞，也给我们一个赞吧。记得把今天的影片分享出去，那我们下次再见咯。